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再次的提醒，最近我们节目呢常常上 YouTube 的热推影片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们按下热推这2个字哦，帮助我们继续的扩张我们在网络上面的声量，跟持续的登上在国际影片的排行榜。欢迎大家继续的帮我们加油按赞，尤其是在每一站式，我们天天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消息。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认输真的比翻书还快。本来说了这个要继续的攻打伊朗，到它的文明摧毁，但是最新消息是，伊朗提出的10条件，美国是全部愿意吞下肚了。德黑兰现在战火洗礼，难道浴火重生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全球关心的这个中东战事，现在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如电影情节般的戏剧化反转。川普本来喊的最后对于伊朗的通牒，要摧毁整个文明，但是最新消息来自于巴基斯坦总理，他最后一刻宣布了，伊朗时间在8日的凌晨，我们看到了他说呢，在8月3号30分起是美伊双方全面停火，但是停火的前提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会议声明，美国已经愿意全面接受伊朗的10点和平计划了。这10点和平计划，美国是真的愿意吞下去了吗？因为这当中许多点其实对美国相当不利的，被视为难道川普真的认输了吗？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当中的细节。荷姆兹的海峡接下来必须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帮助协调，等于荷姆兹美国最在意的部分，现在是由伊朗来掌握主要的主导权。各线伊朗要求要停火，包括了针对于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冲突都必须要停下来，美军还要撤出所有的基地，从中东这边的作战部队都要撤出。重点是伊朗可以继续做它的核计划了，继续进行浓缩铀的进行。那么包括了在损失的部分，这一次针对于这场战争，美国还是要必须赔偿伊朗的损失，并且要解除对于伊朗所有在1级、2级长年以来的经济所有的制裁，并且所有的事情会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来特别做决议。那么这些条件好像看起来都是美国的战败条款的雏形，但是川普并不认输，嘴巴上还是继续说自己赢了。他说已经达成并且超越所有的军事目标，在推动跟中东地区的和平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唯一条件就是伊朗必须要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的关心到，这是最新消息哦，是川普难道被打脸了吗？因为呢，在美伊双方说要和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的军方最新消息正在持续的空袭伊朗。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办公室在8日早上发出了最新声明，虽然他支持川普总统对于伊朗停火2周，但他说了，这个停火不包括在黎巴嫩也把它放进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提出的10个条件？川普真的是认输要照单全收了吗？原本放话要摧毁伊朗，为什么最后一刻又急转弯？以色列总理最新又持续的攻击，难道是打脸川普吗？委员又怎么看？对，我想，川普的这种 taco 的行为又再次的进入了另外一个最新的高点简直是令外界觉得匪夷所思、难以想象了。就川普现在在玩的几乎就是一种自我催眠的精神式的胜利这种情况过去曾经发生在印度就明明是打败了，但是却要敲锣打鼓的宣布说是打赢了。那现在显然白宫就在玩这个把戏你今天看到白宫的发言人李威特出来说，美国打了一场伟大的胜战那么到底胜利在哪里其实全世界大家又不是瞎子，也不是傻子那但让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已经 tackle 到这个最高境界的地步，是因为到昨天晚上10点、11点我还在跟家人打赌，说川普会不会 tackle？ 我说不太会了吧，就只剩下9个小时了，他怎么 tackle 呢？眼看着就要发动地面战啦，那么看起来他就要把这个文明给摧毁了。结果我就赌输了，他果然 tackle 了。今天早上一看新闻，他 tackle 了，所以我都觉得能够在行动前9小时、8小时，甚至1小时前就可以退缩我觉得川普真是能忍所不能忍了，所以怪不得外界强烈的怀疑川普的精神状态有问题了那么关键回来了，
川普现在呢，他的胜利是建立在哪里？他原本要求谈判是建立在美国提出来的15点条件哦，他现在已经退到了说停战之后，大家来谈判的时候是以伊朗的10点条件为基础谈哦，这完全是大退让哦。而且大家刚才看到思明给各位看到的，他同意了什么？他同意停止对伊朗攻击啊。第二，同意伊朗控制荷姆兹海峡哦，同意伊朗拥有浓缩铀，同意这个解除1级跟2级的制裁。光讲这几点就好了。那当时干嘛打了？如果你没打，你当时就解除它制裁就好啦。荷姆兹海峡现在还是国际公用的航道，也不会发生有人来收买路钱的事哦。然后呢，这个美以伊三方也不需要形成这么大的战损。所以你打了这一场仗之后呢，不但回到开战前哦，还倒退了100步。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模式哦。但是我觉得这场停战，坦白讲了哦，我觉得全世界对于川普这种 taco 行为大概也习惯了，所以你光看那个股市哦，在过去这38天里头，股市的起伏就可以反映出来大家对川普的信任。刚开始的时候，他讲个重话，股市就重跌，然后讲个好听的，股市又回来。现在呢，他说他要消灭伊朗文明的时候，我特别看了一下昨天美股哦，就其实还蛮抗跌的，就大家已经觉得说不能乱卖了，因为谁知道他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就果不如其然，今天股市大涨哎，所以我觉得川普这种操作模式大概也会把全球股市的这个敏感度抹平了，以后大家大概也不太会相信川普讲的狠话这些重话了。但是关键问题来了，这场战争真的能够停战吗？以色列真的能够停吗？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攻击，大家不要忘了，在这10点协议里头，其中有一点是要停止对伊朗所有的 proxy 的这些相对势力的攻击哦。所以其实坦白讲，以色列已经违反了这10点决议了。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个协议停战宣布之后，这个海湾国家还是陆续发出了这个防空警报啊，他们还是受到了无人机跟导弹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场停战所谓的协议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哦。那至于接下来川普要怎么收这个尾？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好，如委员帮我们看到，他认为现在这一场战事只是暂时先停下来。那确实在行动上可以看出来哦。其实呢，就在传出要和谈前夕，美国又发出了非常多的动作。除了川普他亲自放话说要摧毁伊朗的文明之外，确实来自于《纽约时报》最新揭露，末日飞机被捕捉到在这个内部拉斯加州的奥福特空军基地上空持续的盘旋，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件事情是，末日电台传出了这个波斯语反复播送"注意"这2个字。从这2个焦点来看，是否川普其实有考虑要动武？那而且动的是核武哦。那最后为什么又缩手了？岳老师怎么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消息哈，这个川普这个人的讲话啊，就是说是他会把自己协商的事情胡吹八吹乱讲一下啊。他讲说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整个文明消灭掉啊，然后又要管这个就是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啊什么的，既无知又无耻啊！为什么呢？首先呢，他无知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这个说法的话呢，他完全不了解，就是说能够维持3000年的文明，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或对自己这块土地的认同，那个力量是奇大无比。那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他想要放这种话，然后要用核弹来攻击的话，可能性不大，而且要让这个整个文明摧毁的话，我一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知的事情，因为你除非把9000万的伊朗人全部杀光，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而且什叶派的教徒会构成了世界上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个人看到川普一讲的这种事情以后啊，我就知道我跟委员不一样了，我就认为他一定会塌口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讲了一个承诺，他做不到的而且事实上川普现在讲的内容当中，大部分都做不到。那为什么他很无耻呢？因为他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讲说，我应该拥有伊朗的这个油。除此之外，他觉得说伊朗在荷姆兹收费，然后他说这个收费应该我们来收，因为我们已经胜赢麻了的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说，这里面实际上的消息显现出来的内容当中，就这个 V32的讯息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联络伊朗的内部，这个是比较合道理的。我觉得现在的战争要丢核弹，杀死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可以理解的一个过程。我没有那个能力来理解，但是我会觉得说，原来因为这个很早，在2月28号开始的时候呢，几个小时后就有这种末日电台的放的消息。那么其实他们原来的计划是透过伊朗内部的力量，然后来构成了
政权的更迭，但是没有想到事情上来讲，就是说他们低估了伊朗的反抗力量以及伊朗人普遍的爱国心理。因为实际上来讲，这场战争目前发展的情况就这样的，伊朗的能力远远超过他们的评估。另外，我要顺便再讲。这场战争不会因为大家15点、10点然后就停止的，大家现在都利用这个时间来重新准备一下。是。好，所以现在可能在2周之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会有另外一场战事哦，持续的更大攻势的会进行。那我们也刚刚特别提到了嘛，美国是否已经低估了伊朗它的能力？确实，我们从一些迹象，武器库可以看到，原本呢，川普认为说已经打瞎了伊朗，但是最新情报显示根本都没有打到核心。而且呢，我们看到来自于 CNN 最新报道，超过一半的飞弹来自于伊朗的发射器，他说都是完好的。以色列军方也掌握消息说，伊朗啊还具有1000枚可以打到以色列的飞弹。真主党说手上还握有10000枚的短程飞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节目非常早就提过说，川普设定了5大目标要歼灭伊朗，但是这当中现在看起来只有歼灭海军战略目标，其他的部分是全部落空的。干哥怎么看？好，思敏现在完全说到重点。这就是为什么14B 要飞上天去的原因。14B 是什么？叫做末日飞机。什么叫末日飞机？就是上面携带了所有万一真的打起核子战的时候，美国总统所必须带上的人员跟装备，通通在这架飞机上面。这架飞机叫做14，叫做守夜者，它是用波音747大型客机改装而来的。叫做 Night Watch 守夜者，它如果一旦发生核子战事，像去年在6月的时候，不是这个就是空袭伊斯法罕的时候吗？然后美军用 GBU-57钻地弹在攻击的时候，美军就要想到说会不会遭到核子报复，所以14B 马上升空，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在末日战争之中，美国总统的行动指挥所，他就坐上去了，他会带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以及白宫的幕僚长等等，都会跟着他上飞机。这架飞机一应俱全呢，它有18个铺位，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真正的休息。美国总统有自己的卧室，他除了还有厨房之外，我跟你讲，除了没有空姐，什么都有，一应俱全，可以抗电子干扰，可以抗电磁脉冲，可以抗核子辐射，它的功能很齐全。所以昨天川普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会注意看，有一个文明会在一夜之间消灭，一般人会听不懂，但是我们专家都听得懂，那叫做核子大战。如果真的发生核子大战的话，才需要14B 从内布拉斯加的它的基地在天上盘旋的6周，确定没问题了，才又回到了地面上来。所以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就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就可以发现说。川普当时讲的话，恐怕不是闹着玩的。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他会预料到，恐怕会遭到伊朗的同时间的核子报复。因为美国坦白讲一句，他到现在为止，他跟以色列都不知道伊朗的浓缩铀进展到什么地步。对，如果他一旦丢了1枚核弹出来的话，那总统就必须要赶快坐上末日飞机去躲避这样核子灾难。那是美国的战略武器谈判之中的一个安全的规约跟一定的步骤，所以其实他们做事情有时候会顾虑到各个层面，这一点是我们外界所比较不了解的。所以讲到伊朗，它究竟还有什么你所不知道的能力？除了巴夏尔飞弹之外，它还有什么飞弹是你所不知道的？我坦白说一句，伊朗的核子浓缩铀计划恐怕远远会超过美国跟以色列的想象跟预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昨天还认为说这个应该是真的要打了，结果到了今天，怎么全面停火了？是真要停火吗？我说句实在话，在我们的眼里，这个停火非常脆弱。为什么？因为川普是一气数变的那种人，他如果明天又改变了心意的话，油价怎么办？股市怎么办？老百姓生活怎么办？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个都非常的脆弱，而且都非常的不保险。所以我们认为说，暂时的停火恐怕只是带来暂时的喘息，明天可能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
掠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本来喊了停战，现在又开火。我们来关心是川普现在一边喊说美国人民要他们美军回家，但是一方面又派了美军猛轰哈格岛的石油命脉，这是最新消息。是不是接下来要打地面战，却又怕死伤会撑不住呢？另一方面，当然了，伊朗同样祭出了各种的报复，现在号召了，包括了他说青年筑起了人肉围墙，在这一些基础设施、电厂的附近给包围起来，就怕美国真的发动了这个攻击。另外呢，伊朗还有1400万人不怕死，真备战，这是来自于总统的说法。下一步，难道伊朗真的会轰波湾的能源命脉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说要和谈了，但是私底下的行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天来看到美伊双方各有哪一些最新的动作。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还有伊朗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军在清晨突然间又突袭了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一口气打了哈格岛上面50个军事目标。还好这一起攻击是没有攻击任何哈格岛上面的石油设施了，不然这个油价的部分恐怕又难以想象了。哈格岛对于伊朗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都介绍过了，它拥有皇冠上明珠的称号，掌控伊朗90%的石油，是重要能源命脉，更是全球油市能源的一个关键节点。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要让伊朗文明毁灭，永远无法复原。而且针对于哈格岛上面的石油，川普说过，我会拿走石油，因为伊朗有石油可以任人取用啊。不幸的是呢，我们要拿石油，但是美国人民却希望我们回家。如果是我来做决定的话，我会把这些石油据为己有，趁机来赚大钱。这是川普的最新说法。以色列军方则是说了，呼吁伊朗的民众啊，你赶快做了一个示警哦，9点前不要搭火车或者是铁轨附近，赶快离开，否则你的生命危险会面临巨大的威胁。这是来自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最新的一个威胁。好，我们先来关心川普嘴巴上说会停战，达到2周的时间，但是实际上马上在这个和谈说出来之前，又针对了哈格岛发动了最新的攻击。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在为下一波的地面战又偷偷的在准备、在预备吗？委员怎么看？对，当我们看到川普说他喜欢石油，他就可以去抢石油哦，所以我才说，川普有没有把伊朗打回17时代不知道哦，但是川普让全世界都回到了强盗时代了。就川普正式宣告，你想要什么你就去抢，没问题。所以他可以去抢石油，中国大陆有一天可以来抢台湾，北韩有一天可以来抢南韩，反正你要，只要你兵强马壮，你就可以抢天下了哦。就川普现在宣布了，全球已经进入了这种强盗时代了。那川普讲这个话，其实终于让我们看到说，原来长期以来哦，美国号称是世界警察，结果你叫他把那个警察的制服脱下来之后，发现原来他身上刺龙刺凤啊，彻彻底底是个黑道哦。那只不过是披了一个警察的外衣。但是抢石油，你说打哈格岛就可以抢石油吗？我也觉得很妙哦。就你抢到了石油又怎么样？你出不了荷姆兹海峡，你再多石油也没有用啊。关键又不是在那个哈格岛哦。那但是第二个，我认为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战，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以色列哦。其实川普已经做了好几手的策略了，就是不管是川普或者是他的幕僚，我们看到他这种自我催眠、精神式的胜利，这是一种。但是同时，如果大家注意到最近的美国的这个媒体所释放出来的另外一个讯息是什么？是以色列纳坦雅胡刻意误导了川普。甚至你看到今天《纽约时报》所公布的一则新闻出来，他连川普当时在开最后决策会议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回答都写得很清楚哦。这些人的回答，除了赫格塞斯认为该打以外，其实 J.D. Vance 开宗明义就讲说，你知道我是不同意这场战争的哦。那你更不要讲说，在那场战争，在那个会议里头哦，这个媒体都已经报道了，说这个卢特尼克不在，能源部长不在，国家情报总监不在。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授权到参与到这个会议里头，所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美国正在建另外一条防线。就如果这种自我催眠式的胜利没有办法让大家接受，他们就干脆一股脑把责任都推给了这个纳坦雅胡了。反正你就是个骗子，是你来骗大家的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场战争如果接下来美国还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呢？
这不是第一次了。从这场战一开始，美国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各位还记得吗？上一次说48小时之后要开始和谈，就川普要出来讲话，我们以为说他要讲胜利了，没有，宣布继续再打2周。所以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又重新再发夹弯一次，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盘点哦，就是美国今天如果要打地面战，他可能打什么？外界现在预估的，我认为可能性都不高哦。我们看了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外界预估说，第一个，在伊朗南部像诺曼底登陆式的大规模登陆，这个恐怕做不到哈，因为美国现在的兵力只有1.7万的部队，你要走这种诺曼底式的登陆哦，你要付出非常庞大的损失，尤其是伊朗现在的反舰飞弹还很充足。然后第二个说打通荷姆兹海峡，不用讲了，这过去这几天我们都讨论过了，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啊。那第三个说占领哈格岛，美国如果蠢到去占领哈格岛，美国就当靶子了，就在哈格岛被歼灭掉了。所以现在外界的军事专家认为，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从借道伊拉克，从伊拉克进伊朗的这个胡斯奇坦地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有利于美国的机械化的部队进入。如果要打地面战，然后第二，因为那个地方接近了巴士拉地区，这个巴士拉地区是这个伊拉克巴士拉地区是美国非常熟悉的地区哦。然后第三个就是胡斯奇坦是伊朗非常重要的这个能源生产的地区，所以如果能够攻下这个地区，当然对伊朗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大家如果看一下伊朗的地形哦，就会我就直接回想到当年8年抗战了。伊朗的地形哦，这个高原实在太多了，这个地势太崎岖了，所以就算美国能够从伊拉克借道伊拉克进入伊朗的西部，伊朗什么都不要做，就光靠地形就把美国耗死了。用地形争取到了这个空间，用空间来换时间。美国的部队恐怕没有办法在真的发动地面战，根本没有办法在伊朗的地面上得到任何的这个实质的胜利了。好，现在看起来美国要发动地面战，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另外一头呢，伊朗刚刚讲了嘛，美伊双方互不相让，持续的做攻击。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确实许多的动作都可以看到，它还在积极的备战当中。同样，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早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个波湾国家呢，它的警报狂响哦，说是受到了攻击。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侦测到了，持续的侦测到来自于伊朗的飞弹攻击。好，我们看到总统这个伊朗的总统他喊话，现在有1400万我们的人民表态愿意为国牺牲，并且呢，青年已经组成了人肉的围墙，围住电厂来维护基础设施。如果美以真的敢攻击的话，那这个导弹啊、炸弹炸下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战争罪的画面，等于是人民就无辜的因此死伤哦。这边伊朗的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宣告，如果美国敢攻击，他们就会轰炸波湾的民生跟能源设施，并且在军事上持续的对美军发动行动。伊朗说他打中了迪黎波里2栖攻击舰跟林肯号。干哥怎么看现在伊朗的战力的部分？完全同意刚刚大千讲的，你知道吗？你说美军你要从伊拉克的东部进入到伊朗西部的话，你以为那是什么？有公路很多条吗？可以开着战车就跑进去吗？那个才是你的大麻烦。就像刚刚把 F-15的那个战斗机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一次行动你看又炸掉2架，每一架1亿的那个C-130运输机，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在判断下得去也上得来，结果下得去上不来，为什么？飞不起来，都是泥土路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美军要进到伊朗本土啊，那个有许多的地形、水文、天然资源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不是像你在打伊拉克，你打伊拉克已经累积了10多年的经验，你要进入到伊朗，伊朗现在总统裴德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话说：“我有1400万青年人准备等着你。”其实老实讲一句，这个1400万不夸张，知道为什么不夸张吗？因为伊朗大部分男性都会使用突击步枪，他们都会使用。为什么？因为这是回教穆斯林他们那种习惯，就是说你在家里拥有枪支是不违法的，你知道？经过短暂的训练就可以上战场了。所以有70万的巴斯杰，就是巴斯杰民兵，那个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跟国家是利益完全绑在一起的，由他们来号召组成100万大军，其实这绝对不是你想象的伊拉克战场啦。而且你要进去的话，你从空域突击进去的结果，还是得不到从地上去直接攻打的那种结果，因为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队上去，才有办法得到实质的效果。更不要讲说，先不要讲打到德黑兰，
那个是太早的东西。你要先进到能够控制这个17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说句实在话，那会把美军整个给拖垮，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像伊朗国内的有一些本来他们是反政府的人哦，后来他们在西方的推特上面，他们爬墙回答了，就是说在西方的人的一些疑惑，说啊，你们觉得川普他这一次达成和平协议，就有本来是反政府的人，他们就说，我跟你讲，这个人根本就疯了。为什么？本来我们很欢迎美军来教训一下我们政府，结果他现在教训的是我们的大学，他炸的是我们的女学生跟儿童。我想人心怎么会服气呢？你不要告诉我战争一定会死人。其实你们美军最擅长就是精准轰炸，结果你们炸的都是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多少伊朗百姓平民死亡？1500多人，受伤的5000多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上，其实老实讲，伊朗本身反美的情绪是很高涨的。他们说，美国已经成为目前最受不是光我们伊朗人讨厌的，而是受全世界只要是正常的人都所讨厌的一个政权的。这一切都是川普造成的，孰以治之？川普，你要为你自己。对，确实，现在是连美国的盟友都对美国画上了非常大的一个问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川普持续的喊话，把伊朗石油据为己有，他说要赚大钱，这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那岳老师又怎么看？这个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很羡慕大钱，然后你的钱我要据为己有，凭什么呀？对不对？那个人跟人之间有一个起码的道德规范嘛。但是我觉得我刚刚稍微思考了一下的问题，我觉得川普他基本上认为把人家有的东西我想要就抢过来，是一个他基本上受的教育，这个就是美国人认知的水准。我说句良心话，这种真的非常难以理解，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就是因为川普这边就抢人家的钱财，抢人家的油啊，就把伊朗又当成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就抢得不像话，马杜罗绑得像是个什么，穿那个。什么拖鞋啊，什么绑到美国去什么的这种感觉。那我这边的话呢，要分成这几个部分。那个川普喊的撤军啊，是不得已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事情啊。就川普底下那个海格塞斯啊，他那个战争部部长只会拍马屁的。就是听到说是要展现出英勇，那个川普是要钱，那个海格塞斯是勇猛的话呢，要派军后，然后底下的参谋讲说，哎，绝对不能派啊！这样讲，他讲说你给我滚蛋啊！就挣钱换将，一大矛盾啊，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川普把伊朗石油据为己有的时候啊，这种说话里面，其中我感觉他其实是无耻又无德啊，对不对？你据为己有的话呢，你要干什么？那关键是荷姆兹海峡。我们现在退1万步讲，大家都没道德了。就是你要拥有的东西的话呢，那个石油当中，伊朗那边石油当中是荷姆兹海峡他走的，人家是实质上防守的。我说句良心话，上礼拜大千就讲得非常好，说原来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没有限制的，现在变成伊朗生财的工具。伊朗以后不产油了，光收钱就好了，对吧？这个第二个非常矛盾。然后第三个的话呢？这个他违反了国际法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就我们一般来讲交往的时候啊，我常常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有下一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到他们的未来是好的，未来是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规范。那像川普这样的人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个疯子。那所以我这几天的话呢，就是说要影响美国人，就我的范围内啊，影响几个，就是说当初觉得美国很好，现在变成美国人讲，我说你们那个什么国家啊，你们怎么选择这种人来？没有一个人回应啊。都觉得美国好像确实有点问题。我说不是有点问题，是很多问题啊！你一定要了解这种情况。而且我看到裴泽斯基安讲这个话，我就觉得好想笑。你们还记得吗？川普上个礼拜说裴泽斯基安是一个温和的政权，他可以对谈、可以对话的政权，是他可以接受的。就裴泽斯基安昨天就出来呛狠话，对啊，然后搞这个人肉防护链。我看到人肉防护链，我觉得好熟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阿扁曾经搞过牵手护台湾，一模一样。但是人家伊朗人家戴总啊，是艺人加运动员啊，在人肉链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在学这一套，搞了个半天，我们是没有生命危险在那边牵手护台湾了。他们伊朗是牵手护台湾的升级版2.0版。对，好，谢谢委员，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看到伊朗发动了第99波超级猛烈的袭击，击中来自于伊朗的说法，美国的林肯号2个王牌的飞弹也即将说要出动了。美国的上将则是在这个时候特别警告美国说会走向毁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好，本来呢说要停火，在最后一刻，美国、以色列都在持续的加大攻势，伊朗也同样的在加大攻势，全面的做一个剧烈的大反攻。我们来看到伊朗做了哪一些事情。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他已经打到了林肯号，发射的是中程导弹跟无人机，直接打到了核心的战力。当然了，这部分还没有受到美军的证实。伊朗也说了，他打的就是在美国的石化企业跟他的石化设施，剑指全球的油价跟供应链恐怕都要一起陪葬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他出动的海巴尔导弹，齐射以色列的中部、南部还有内陆，全面覆盖超过30个目标，针对这些目标同时做开火。再来就是以色列的军事的设备，包括它的运输船也被击中了。最新消息，波湾地区全面拉起警报，多国在这个时候赶快启动他们的防空系统。以色列也再度的侦测到了来自于伊朗的飞弹来袭。最关键的事情是，伊朗到现在还有一款是从来没有过曝光的这一款飞弹，打击能力是达到过去2倍的飞弹，这个叫做联装飞弹发射器哦。说这个战力啊比过去都还要更强，也就是说伊朗的战力到现在还是远远没有见到底部。而且最惊人的消息是，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国防部长曾经赫格塞斯要求美国的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呢自己离职，或许是内部有什么不和哦。结果呢，确实这个乔治离职之后就立刻跟媒体大爆料，在他离职的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跟媒体说了，我们国家啊正在被一个疯子带领伟大的美国军队走向毁灭。这是来自于乔治上将最新的一个说法。好，所以节目一开始也请教干哥了，伊朗它的第99波最新攻击直接锁定林肯号，是要准备集成航母的一个节奏吗？伊朗的战力是现在把美军已经逼到极限了吗？再来就是我们针对于乔治上将他所说的这些话，说一个疯子带领伟大的美国军事走到了毁灭，您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一直在提醒自己，事情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但它会不会发生？很可能会。光是看将使用未曝光的武器能够达到过去的2倍的威力或是射程，提醒大家一下，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讲吗？它竟然可以从哪里呢？它可以从波斯湾打到迪耶戈加西亚，也就是孤悬海外的印度洋美军基地，上面都是 B-52轰炸机 ，B-2 也是在那边落脚的，加油机也在那边落脚的。竟然可以从荷姆兹的上面打了一枚过去，原来它已经飞到了3800公里之外，那就是代表你只知道它有2000公里的飞弹，现在它有4000公里，它有4000公里就会有5000公里，它有5000公里就会带核弹头，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情报单位的预料之外，也是在世人的眼光之外。他在悄悄进行，我们不知道伊朗到底他的能力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人看出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制止。他制止的结果是什么？我坦白跟你讲，你滚蛋 ，You out。这个人叫做美国陆军参谋长 Randy George。Randy George， 你知道他多大胆，你知道吗？他其实在好几个月前准备要攻伊朗的时候，他就已经跟赫格塞斯讲说不行。对，他跟赫格塞斯讲说不行，你不能够上伊朗的国土，那美军子弟要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注意 ，Randy George 的身份是陆军参谋长，他就等于我们在抢救雷恩大兵的电影里面看到的马歇尔上将是一样的，就是在80年前，马歇尔上将，老实讲一句，他是美军的第2号人物，他仅次于艾森豪将军。为什么？因为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要居间联络，而且他还要照顾美军的这些子弟，然后呢，他还要能够达到上级的要求。所以乔治上将他的地位，你知道吗？乔治上将他打过什么战争？你讲得出来的，全部都打过。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
阿富汗战争他全部都打过，他是老兵。结果呢，他61岁的这个上将被45岁的排长给赶走。45岁的排长是谁？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这个赫格塞斯他竟然，我想他很简单，我今天要这个执行主子的命令，就是川普的命令，我准备要这个派地面部队上去。他说 no no no， 绝对不行。好了，你再跟川普唱反调，我就直接准备把你给干掉。再来还有什么？再来我讲出来，大家会吓一大跳。他们争执点不是美军派兵，这只是这个起头点。导火线是在什么？导火线是在最近要晋升2名黑人少将、2名女性少将的时候，被赫格塞斯打回票了啊？为什么？我就是种族跟性别的歧视者，怎么样？你咬我，我是国防部长。我想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我们国内，我们台湾的话，那总统马上他就滚蛋。为什么？因为你绝对不能在种族跟性别上面产生你个人的偏见。偏偏赫格塞斯他就很简单，你这2个黑人跟2个女性他们不适合升少将，你要给我升29个名单里面的另外的白人男性升上去当少将。然后赫格塞斯态度很坚决，然后这个 Randy George 说这个绝对不行的，4个军种都不会答应的，不是只有我们陆军而已，空军、海军、陆战队通通不会答应你这样做的。到最后，你知道他还想干什么吗？赫格塞斯竟然把军中牧师就是带大家一起在五角大厦要这个做礼拜的牧师那个把他换成什么？把浸信会的牧师换成他的就是他自己是福音派。他找了福音派的那个牧师，叫做威尔逊。威尔逊来干嘛？威尔逊说，威尔逊他是强调白人男性至上主义，然后把这个女性的投票权要拿掉的，这还得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那个人疯了，是那个 Randy George 讲的。他说那个人疯，那个人指的又是川普又是赫格塞斯，因为他们2个人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是好，那同样一个问题，岳老师又怎么看呢？《孙子兵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这个意思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让大家了解。这个几千年前孙子讲得非常，我们打仗靠的不是装备，是士气。因为目前为止的话，你现在就是市民在问说疯子是谁？疯子他说得很清楚就是川普加海格塞斯嘛。这2个人不但是疯子，而且是废物。那个 George 的话呢，军人不好意思讲是废物，只好说是疯子。这个就是将军可夺心，将军都没有心思了，对不对？而且就像样的。然后这个海格塞斯的话，不晓得有没有当过少尉搞不好我就少尉嘛，就有这种程度嘛，我们就这种程度。那海格塞斯本身来讲，居然把人家的上将，对不对？就叫收滚蛋，而且极其羞辱，提早退休。那我现在讲的话呢，我讲到那个美国现在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他的士气非常差。这士气差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非常明显，因为你的本身出发点就不正确嘛，你又贪又偷的。那美军原来的形象是很正面的，现在弄成一个帮派，就是你刚刚讲的，一直刺龙刺凤的，什么都是黑道大哥。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伊朗的士气倒是非常兴盛对不对？伊朗那边的话呢，那个他们的总统佩德西强，他们本身会认为说是原来对美国有好感，现在发觉你根本就是恶蛋，对不对？那根本就不用考虑了现在伊朗人宁可死也不要这种情况下。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全世界人都眼睁睁的看，大家都吓了一跳美国的领导中枢疯了一样对不对？你挣钱换将，而且换将的理由是他叫你谨慎再谨慎，那你居然讲你要考虑不要撤兵，还要登陆，那你这样子还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就士气来讲，我们今天在座的，听完我们的分析以后，大家心里都觉得伊朗一定要撑下去，伊朗要加油。很自然因为这么大欺小，对不对？你靠你武器要抢人家东西，我们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对，所以我觉得伊朗最好是把美国打败。美国这样的士气搞下去，过2天搞不好，我们台湾都可以把美国打败了。
好，现在看到的是在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呢，这个伊朗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了，也影响到了整体这个川普还有这个共和党的选情。当然了，我们刚刚讲到了嘛，这个士气还有人力的主要将领都被换掉了之外，其实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呢，美军的战损也非常的严重，而且我们今天盘点的是它的主要的这些重要的重点武器都是接连被击落的。来看到几个点就好，包括了 F-15、F-16战机，还有它的 A-10攻击机、C-130运输机、黑鹰跟小鸟直升机、E-3预警机、NQ-9无人机。CNN 说证明了这非单方面的一个战争哦。那更大的问题是，这背后是否有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也就是代理人战争呢？现在说这个伊朗接受到了非常多是来自于俄罗斯跟中国的武器来提供给他们。我们先来看到针对俄罗斯是乌克兰的情报说的，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是卫星情报，精准的可以锁定中东的军事能源设施。那么也列出了它可以看得到以色列55处的关键设施清单。俄罗斯也在荷姆兹海峡的周边部署了6艘潜舰，包括了2艘是核动力。至于中国大陆的部分提供了什么呢？现在说有提供中国制的先进波段雷达，可以侦测美军的战机，这也是为什么先前 F-35逆中战机可以被锁定，而且被伊朗击中，到底是否涉及到中俄在背后做所谓的大国代理人战争？委员又怎么看？对啊，这个大家一直都在讲说美军的神话。那么经过了这38天之后，美军的神话就像刚才干哥讲的，已经变成美军的笑话。就原来这场战争就是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了。你光看到现在赫格塞斯用这种神权的方式去统御他的部队，然后你还去骂人家伊朗是神权政权，那你美国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吗？连教宗都看不下去了，连教宗都出来批判了，结果美国还在玩这种把戏，所以美国自己把美军神话变成了美军笑话了。那这38天变成白打了，就到今天此时此刻，如果真的就停战了，这38天完全白打，因为不但是退回开战前，而且我刚才讲还倒退100步开战前还没发生的事情，全部美国通通都让得干干净净，取消了制裁，这个同意伊朗拥有浓缩铀，然后同意他持有荷姆兹海峡，这些东西通通在开战前本来是没有的事情，没错，就现在通通都拱手让出了。那第二个你要看到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美军没有这么强呢？你光看他为了要援助那个跳伞的飞行员，他动用了170几架各型飞机，动用了这个 A-10攻击机，动用了这个阿帕奇这个黑鹰直升机，动用了小鸟直升机，动用了这个死神的无人机，170几架，战损12架就是不管说这个战损是被打下来的，还是自己炸掉的，就一个人战损12架。如果我是伊朗的话，我就希望他多跳伞几个就好了，每跳伞一个，我让你把人救回去，我先打掉你12架，反正你损3次就完了。对，来个10次，你马上战损120架各式飞机这算是哪门子的美军？然后自己还要吹嘘说是一个伟大的救援胜利。那这场战争，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是，最主要美国会吃瘪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他因为师出无名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伊朗花了20-30年准备了。伊朗是一个有计划的、多层次的、分阶段的剧本所以从一开始，我们不断的强调，他用廉价的、低阶的，像无人机、飞导弹去消耗掉对方的防空飞弹，然后去摧毁对方的雷达节点。然后接下来呢，他才进入下一个阶段，好整以暇的端出他真正厉害的武器。到现在为止，最厉害都还没有拿出来所以先前在开打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伊朗不是有那个极音速飞弹吗？高超音速飞弹怎么不拿出来用？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伊朗根本就没有原来伊朗是骗人的。结果现在有没有？伊朗现在才要拿出来而且他现在这种分阶段式的剧本让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了。那当然，我认为中俄在背后有给他支撑。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你说俄罗斯部署了6架潜舰，其中有2艘是这个核子动力潜舰，在荷姆兹海峡，为的是什么？我认为俄罗斯要表的态度是说，如果你美国跟以色列真的敢用战术核武去摧毁伊朗的文明，我就用战术核武去摧毁以色列就是大家来，只要你敢动这个，我就动这个了。所以其实我认为俄罗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牵制的角色在那里你让美国跟以色列不敢随便的这个妄动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在这个情报分享，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段时间给伊朗的情报分享给得很充分，所以伊朗打得越来越准对，越来越准。那么再加上俄罗斯提供了伊朗的飞弹的这个基本的原物料，中国大陆提供了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这个零件，
那更不要讲说现在大家在怀疑你说到底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没有提供防空系统给伊朗，现在都很难讲那么伊朗我刚才说过，它是一个多层次分阶段的剧本还没有到最后阶段，它其实还没有把压箱宝拿出来。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川普现在出卖盟友，难道是只想要收钱吗？今天讲的是荷姆兹海峡了。那我们看到其他的他的盟友们都自己想办法了。南韩、日本信任针对美国是归零的。那么伊朗打下了霸权崩解的里程碑，针对于美国的霸权崩解。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荷姆兹海峡掌握了1/3的石油运输在全球来说控制整个能源命脉。但是如今规则是完全的出现了巨大的改变，战场上面无法取胜的美国，最近竟然是点头默许了伊朗跟阿曼可以在荷姆兹海峡收取通行费。要知道，在过去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费用，是在这一场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收的。川普也公开表示，这一笔钱应该要由美国来收。好，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海峡的状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中俄一起联手否决了联合国护航的一个决议，那么其他美国的盟友现在也只能自己针对于想要在通行海峡上面自己想办法了。日本跟法国船只先前就已经直接跟伊朗协商进行联系，希望能够在这边通行。南韩也是自己只能求自保了，绕过了美国派出特使，直接去中东，希望能够谈有关于能源在这边可以顺利的运输。所以节目一开始也特别请教委员了，刚刚他说了，这个川普默许阿曼跟伊朗在这边收钱，是不是也想要透过阿曼来分一杯羹？因为川普说了嘛，美国也想要收钱，再加上美国跟阿曼的关系确实是比较好。那也就是说，川普打输了这一场仗，干脆改收过路费来为美军补血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啊。如果照现在的剧本发展，我说如果了哈，因为谁知道最后这个以色列的游说力量这么强大，会不会又改变了美国的这个现在所做的承诺？就假设如果美国真的要接受了伊朗这10点条件的话，那美国简直就是把一个大礼、超级大礼送给了伊朗它等于是正式承认了伊朗拥有荷姆兹海峡的管理权了。那我认为对美国这些中东的盟友大概心里头怄死，就说这场战争本来没打的时候荷姆兹海峡是自由的国际水道，现在打完了，我们现在都要付买路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更重要一点是，如果美国在跟这个阿曼合作，再跟伊朗一起分这笔钱那全世界恐怕都会跳起来了你美国用对等关税扒我们几层皮就算了，就你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现在你还借了这个战争变成是此路是你开，你要收买路财了那莫名其妙的事情啊。那我认为伊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有智慧、很有技巧的列解了美国的西方盟友跟中东的盟友了。就是现在你不管是西方或中东盟友，我一再强调说，你到底是要派军舰去护航，还是干脆打个电话给德黑兰比较快？事实证明打电话比较快就付个长途电话费而已打个电话做个保证，什么事都没了。法国的船过了，日本的船也过了，接下来全世界各国大家都有样学样了。反正呢，我不用跟着你美国走，我就打电话就跟德黑兰示好，保证我绝对不会介入战争。所以很快的伊朗光利用荷姆兹海峡就裂解掉了美国原本什么西方盟邦的铁板一块了，当然原本就已经不太稳固了，但是现在就完全是这个4分5裂了，更不要讲中东了。如果美国现在同意这件事情的话，中东国家再也不会相信美国的安全保证了。这什么安全保证呢？所以我认为一直强调就是伊朗它现在的剧本才上了一半了，它只是用荷姆兹海峡就已经是成为一个很有效的 leverage， 作为一个杠杆了。它接下来如果真的战争要再升高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曼德海峡一起来全世界总共1天2600万桶的原油经过这2个海峡，你再叫胡塞武装组织也去收买路财你看看全世界该怎么办？所以以后大家都要打电话给胡塞武装组织跟打电话给德黑兰，你的船才会通过是好，原本我们也特别提到这场战争，所以现在很多的中东，尤其波湾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几乎是完全不信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不信任感恐怕还会再持续的更加重了。原因是川普又喊话了，接下来他要威胁的是伊朗的桥梁。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桥梁，其实，在中东国家，桥梁是特别重要的。川普是这样说的：伊朗直接瞄准的。就是因为伊朗要报复，他直接瞄准的是海湾国家的跨海大桥。这现在的最新消息是，沙烏地跟巴林也紧急封桥了。刚刚说桥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中东国家，桥等于是一个国家的交通命脉之外，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脉，许多的贸易都是透过这个中东地区的桥来做交易的。那同样也是国家安全的象征。现在川普说要炸桥这个动作，会不会再加剧于这一些中东海湾国家，不管是他们的安全或者在经济上面有更高的疑虑？苑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他自己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里面讲，今天呢就是今天了啊，是这个桥梁日，是电力公司日，偷要炸掉啊。那这个伊朗没得选啊，我必须要讲，那就是你中东这边的话呢，一起互相炸，同归于尽，鱼死网破，那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最重要的话呢，我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这场战争已经打得很疯狂的。你刚刚讲说谁是疯狂的人？那伊朗也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战争当中有4样东西是不能攻击的：平民的地区、医院、学校，还有历史古迹。那这个通通都攻击了。你这样子打下去的话呢，出现这种结果，伊朗就是摆明了就是相互攻击。但是相互攻击的话呢，我先讲美国的盟邦当中啊，是分成3大块了。就真的管用的。第一个中东钱多嘛，第二个是北约嘛，再加上东亚的韩国、日本啊，就是连我们这边小岛也算上去。那么这个中东地区的话，原来是请个门神来看门的，这下成了瘟神了。那伊朗的策略非常厉害，他第一天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从2月28号3月1号开始，就直接攻击所有的巴林啊、杜拜啊什么的，管你是什么旅馆，只要有美军的，通通都攻击。那这样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发觉不得了了。啊，你带来了瘟疫啊，对不对？成了瘟神。那这另外的话呢，这个东亚跟北约的话呢，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川普搞了解放日，我这个名字都非常好笑，就是关税乱抽税啊，抽税的结果的话，就针对于北约的国家跟东亚的国家，韩国、日本什么到处威胁。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你这个盟友，你们越来死心要跟着你有什么意义呢？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川普最近还在骂说日本啊、韩国啊、那北约的国家，我们需要你们不帮我，到时候我们不会帮你的。谁需要你啊？现在你变成这样的疯子，我不晓得你到底要干嘛。现在大家只有心里个愿望，希望美国再选个总统出来，只要不是他，说不定还有点希望，其他都没有了。本来就在等这件事情啊，对不对？我有很多朋友移民移到美国去，还有3年呢，还好久。就没办法啊，这是规定，他也不会下来的了，你放心好了。对，那所以接下来是美国会不会完全的陷入到孤立呢？因为我们先来整理一下，那这些国家怎么针对于川普的这些行为，他们怎么评论的？先是看意大利，他说呢，伊朗战争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已经构成了风险。川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幕僚敢反驳自己的老板。《华尔街日报》也这样说，他说，川普1年多来因为关税、俄乌问题、格陵兰已经得罪了所有盟友。澳洲智库说，每次谈判，川普都侮辱自己的盟友，把大家逼到绝境。再来，他还说，全球对美国霸权的认可从此消失。这话说得非常的重，干哥怎么看？好，讲到这边哈，你看这个意大利的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他讲的真的很好，而且言简意赅。他说，川普，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幕僚敢反驳你，也就是没有一个幕僚敢 say no， 在你的面前他不敢讲不，你敢讲不的话，你就是卷铺盖走路嘛。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让我想到什么？想到1968年的那时候总统詹森总统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防部长叫麦纳马拉。麦纳马拉当时哈，他就是说，这个要打越战的话哈，我们不能够一次丢进去，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詹森总统他是打算说，我们一次就直捣黄龙。他说不是，这个战争不能这样打，如果这样打的话，美军会死伤过重。因为他敢跟总统说 no，say no 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看川普旁边的哪一个人敢 say no 啊？对，那赫格塞是领头说，通通不准 say no 啊，通通经过我答应了，我说老板讲的都对，你不用再跟老板讲了，对不对？反正我都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跟你讲，罗克塞说他今天讲的非常有道理，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敢讲不，难怪北约越来越讨厌你们。那川普也讲啊，没关系啊，你们讨厌我啊，我老实讲一句啊，我就是跟你要格陵兰，你们都不理我，对不对？我就跟你们说拜拜，真的能够拜拜吗？美国跟北约组织能够拜拜吗？我跟各位讲，不管就
历史文化、民族等等哈，这些就说欧跟美之间的他们这样子的历史情节来看，那是没有办法说拜拜的。不是你总统说要说拜拜，那你就拜拜啊，人民还要来往。所以还有关税，关税你已经把所有人都搞死了，搞垮了大家，已经搞到民不聊生了。然后你现在又说你们日本、韩国啊，还有澳洲，通通没有用了哈啊，你德国最没有用了，法国更没用了。